再点击影片下方的查看商品，就可以连接到我们的官网，输入折扣码 YT50，还可以折扣50元哦！快来一起玩手作！大家好，我们是手作森林。在这个频道里，我们会分享缝纫机工具的开箱。如果你也喜欢这一类的资讯，欢迎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并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最新资讯哦。今天来到我们这个非常受欢迎的缝纫机开箱系列，那我们决定来做一个新的系列，叫做小资进阶款。如果1000元的缝纫机已经不能满足你，然后加一点点差价，可以有更多的功能跟花样的话，就可以参考这个系列啦。没错，那这个系列呢，大概会介绍1万元多一点点的这个机型哦，就是在痛一点点这样，差不多痛个3个月就过去了，不需要痛到半年。所以如果呢，你之前有看过我们其他就是1000元缝纫机的介绍，觉得说好像想要再进阶一点的话，就可以参考这个系列哦。那我们今天呢，要跟大家介绍是这台丽佳的 H301哦。对，丽佳是一个本土的台湾品牌，相信大家也一定都不陌生了。MIT 有吗？MIT， 就是你维修啊、售后的这些服务都可以找得到零件，或是人帮你维修。那丽佳这个品牌呢，它自己出的机型也很多种，就是从机械型到电脑型。那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一台呢 H301，它就是电脑型的缝纫机。那所谓电脑型，其实就是这边呢会有一个这个荧幕可以显示它现在在做什么。对，因为机械型比较多是转盘，它就是没有那种滴滴滴的按键。对，那它其实它的壳的颜色有点偏灰白，雾面质感。对，它是雾面质感的，我觉得我还蛮喜欢的。然后有一个就是比较浓烈一点的蒂芬尼色系，饱和度稍高，饱和度有点稍高的这个蒂芬尼蓝在这里，这样我觉得蛮中性的啦。虽然我个人是没有在 care 外表。你是这种类型的？对啊，因为我觉得这是功能为重啊。我跟你正好相反的，我就是那种如果外表看不喜欢，我就买不下去的人。在说对象吗？Boss， 不要不小心透露了我们私人的事情。大家有想要听这个吗？没有人在意。好啦，那我们现在先来看看它的功能吧。首先可以看到上面会有这个轮盘，它这个就是上限张力的调整手机。然后这边可以看到，这边会有一个上下针钮的按键，按一下它针就会往下，按一下就往上。就是说你在车缝的过程中，如果你把它按往下，它停下来的时候，针就会是扎着，就会比较安全。对啊，就不会说你要转弯或干嘛，抬起来的时候就歪掉了。好，再来这边会是一个原地打结3针的功能。那这个在花盘应用也会有它的操作方式，我到时候会在后面补充。然后这边会有一个回针键，那再下来这个是启动结束按钮，就是说你今天踏板拔掉，你忘记带踏板，或者是踏板怎么了，就是突然坏掉了，发生了什么事，剩下3公分车不完的时候，对，你就是可以按这个，按了它就会车，那再按一下它就会停。再来是这边有这个调节速度的功能，就这个调速度的功能啊，其实以这种1万出头机型来说还蛮少见的，所以我觉得它的配备这个，我觉得很甘心，甘心就甘心，不是就很友善啊。你知道要用脚去控制速度的这种啊，你真的需要练习你小腿肌耶。要踩不踩？对，你有时候就是你剩下最后一针，你想要踩，但是你又不想要过去，就不小心踩下去就哒哒哒。3个就过去，所以这个可以调整，我觉得还蛮人性化的。那再来就是它旁边这个荧幕，然后主要就会有这3个，这个是让你调它的模式的。那它这3个模式大概代表什么呢？第一个就是它是花盘，就是如果你要车一些花样的时候。那第二个这个是它的针指，也就是它的左右的距离哦。你可以左右调整你的针位，左针位、中针位或是右针位这样子。那下面这个是我们步伐的大小，就是针距。步伐的大小，对，步伐的，你要车比较密，或者你要车比较宽，就可以用这个去调整。那它就是加号减号，就是加或减这样子。那这也很贴心的，它有一个6个快捷键，真的很需要，不要记那个数字太累。因为它这个快捷键就是比较常用的6种花盘，它会帮你放在上面。像第一个就是这个直线嘛，对，这个是直线中针位，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常用可能会用的这个简易考克边。那下面这个就是可能会有按针缝啊，还有它2种扣眼的这个快捷键在这里哦。那我觉得它非常特别的一个地方是，
来，因为你知道它这台有80种花盘，那通常这种有花盘的机型，它就会把花盘放在各个你可能会看得到的地方，就有一些是上面有盖子的嘛，它就会写在盖子上，你就必须要打开盖子来看。那有一些它会直接给你一个塑胶板，对，全部都列在上面，分开的塑胶板。你可能会弄丢，你就会不记得那花盘是几号哦。你要从1试到80吗？或是看说明书啦，找不到。那它非常贴心，是它把它的花盘做在这里，你看，而且它是不会掉的哦，它就是拉不掉的。对呀，你就是靠到边边的时候就拉出来看一下。所以你要用的时候，你就打开来看一下，你就知道你现在要选的是几号哦。我觉得这是它一个非常贴心的设计，就不用怕它坏掉，然后还有一个把手可以拉得出来，所以我觉得这台是还蛮不错的 ，CP 值颇不错，CP 值颇不错的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还有什么其他的配件哦。配件的话，就是会有螺丝起子，然后还有附大支跟小支。转车针的时候，因为小支的会比较好转，那大支的就会卡住这样子。再来还有车针，它送的是14号的3支。车针如果用完啊，你就可以依照你的需求再去选你适合的车针，有9号、11号、14号、16号。那车包包会比较常用到14、16这样子。还有3个透明的梭子，这种透明的就跟工业用的不一样，工业用的是铁梭子，所以你如果之后梭子要买的话，你就要记得买这种高梭、塑胶梭。再来是这个可以安装在缝纫机上面的一个线柱，就可以用双针的功能装2颗线。再来是线轮盖板，它这边有附一大一小，就是你可以照你买的线的轴的大小去选择你要哪一种，它就是帮你把上线挡住，比较不容易会弹跳，把它固定住的感觉。还有附一个小的清洁刷，可以让你保养你的缝纫机的时候用，清一些棉絮。那它这边呢，还有一个拆线器，对啊，好贴心哦！而且它拆线转过来就可以加长了嘛，加长。对啊，2用，很聪明呢，好可爱。这个是一个平行线导引器，就是让你安装在你的压脚旁边，然后车缝的时候，比如说你要车菱格线比较宽的，你就可以把它设定在你要的宽度，当你的那个导线器这样子。压布脚的部分呢，它这个是万用压布脚，就是机器上面本来会附赠的，那你平常车缝的时候都可以使用这一颗。这个是密针缝压布脚，它就是你在车花盘的应用的时候，可以把布料夹得比较稳，所以你看它中间这边也是封起来的，它就可以把布料完全的压住。这个是拉链压布脚，就是单边压脚，它可以安装左边或是右边。这个是布边缝压布脚，也可以讲是简易考克压布脚，就是它这边会有一个小的挡边，让你可以车布边用的。这个是扣子压布脚，就是缝扣子用，前面这边有一点指滑，可以帮你把那扣子这样夹住。这个是扣眼压布脚，就是你缝衬衫的时候要开扣孔，可以使用这个。这个是暗针缝压布脚，就是你车裤脚的时候可以使用。那这边会有螺旋，让你可以把这个挡边左右移动。那这些压布脚啊，使用方法我们其实都有另外的影片可以给大家参考，如果有兴趣的话，都可以点左上角的资讯卡哦。再来呢，还有一个最基本的，就是它一定会有一本这个说明书在里面哦。那如果大家不太会使用缝纫机，第一次购买的话，记得里面最好是一字一句都把它看过，详读，你就把它当手册啦，随时有什么问题就翻出来看一下。其实有一些简单的问题啊，它里面都可以帮你解决哦。那其实最重要的是，我们刚刚讲不是说还有80个花盘嘛，然后又送了这么多压布脚，其实都是有意义的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说明书哦。对，你看它上面有对照的花盘，然后它的数字，以及它要使用对应的压布脚，所以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要怎样使用它。那最后呢，这个最重要的，不知道有没有重要啦，就是这个江江，它有衣服防尘罩。好精美的衣服哦！它这个防尘罩我觉得很特别的地方是，它有帮你做立体耶，然后就是有车牙，它有对，然后一样上面会有提把的地方，然后还有一个小口袋，可能可以装它穿上，可能可以给你装踏板或什么吧，很需要哎，家里有猫毛的部分。哎，对不起，装反了，装反。
口袋是在后面哦。口袋在后面哦，对，然后就是可以这样子。只是说它是比较一个简易型的啦，有点像那个饭店的那个室内拖，不织布材质啦，不织布薄的不织布的材质，但是我觉得就是还不错，它还附个小口袋，对，贴心啦，比那个塑胶袋好。我也不知道谁比较好，反正就是各家有各家不同的地方咯。接下来我们就来实测车缝给大家看哦。我们先来从这个比较薄的布料，这是薄棉布，工商一下，这是我们设计的布料，可爱的面包。有兴趣可以点下面链接购买哦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先单层车缝它。那我现在先调最慢速，然后踩到底就是这样。它的声音转起来还蛮平稳的耶。这个是中速，你踩到底就这样。现在来给它调快速点。最快就这样，蛮有力的。我觉得它最快还蛮快的。好，那我们用这个最快的模式轻踩看看。对，它是有没有脚控就是这样。所以它其实也可以脚控，不要踩这么大力，它就不会这么快。对，轻一点，稍点一下是可以补针。是这边按了上针位之后针上来，直接拉出来就可以了。有些机械型的是你还要手轮转，这个不用，就是直接抬上来就可以了。但它车起来其实还蛮美的。对，然后我们看一下背面，这是单层的效果，也比较不会夹布我们现在来换这个2重纱，然后我们加了这个铺棉在里面。就是一般你如果做一些围兜啊，或者是防踢背的时候，会用到的用品。那我们就是2层布，然后1层铺棉。老师真的很快，老师没有耐心，老师忍不住。对，老师没有耐心。说起来，车的有点美耶，不错，蛮平稳的。老师好会哦。然后我翻到正面来看，没败呢，不错啊，没败呢。那我们来车 S 型好了。因为围兜很多圆形的对不对？哦，好啦。然后转弯，好会转哦，会转哦，好会转哦，还可以啊。老师有点会。没有，它这个落下来的这个针质，我觉得车的还蛮不错的就是有夹住的感觉。真的，但不过如果要长车这种夹棉的，建议大家还是可以买那个均匀压不均匀，车起来会更漂亮。但这个一般使用，我觉得还蛮够的。有点漂亮，是真的。可以吧？还可以啦。有时候会觉得那个太便宜的缝纫机有夹不紧的感觉，对，车起来就容易翻开后面有线打开的感觉，对，松松的。再来就是有一点点弹性的这种豆儿布，这个一样就是可能做 baby 的一些小被都是口水巾的时候会用到，或者是冬天很多薄围啊，你也是可以用这种比较亲肤柔软的布料做，有一点点被拉伸的感觉，还是要换那个压脚比较好。但是我觉得车起来算不错，也是还蛮直，然后不太会有那种歪七扭八的感觉，蛮平整的啦。有没有？它其实有弹性，可是它没有因为车完以后这个布有没有变形，它这边的花纹都还是蛮工整的。所以你缝纫机如果够稳定，其实车这些弹性布就是还可以车得过，不用特别一定要换压脚。对啊，除非你车针织，那就真的不行了。针织就太弹喽。我们看一下正面。哦，碎哦，碎哦，你看我们用的是红线呢，硬拉。对啊，你看都没有露出来。碎嘎。接下来是这个大家最关心、最喜欢问的，请问可以车后布吗？对，来要多厚？这个帆布哈。来，我们先来折个3层，好不好？牛刀小试一下。对啊，那种2层那种普我们就不是了。我觉得听起来不错哦。声音还蛮稳的，声音还没有很奇怪，没有嘎嘎嘎。对啊，车的蛮稳的，可以耶。对啊，可以。好了，那我们现在直接 double， 好 double 6层。我们现在这个针具啊比较密，你在车缝帆布的时候织纹比较粗嘛，你可以把你的针具再调宽一点。
你刚刚说什么 double？ 对啊，你就直接再把它折一半啊。要逼死人了。好，来我们试试看这个。很长的包包上面会有这种滚边，对吗？而且这个很危险，因为它在那个比较小的地方，比你的鸭脚还要小。现在就是考验老师的功力，有点高高了。这次好像还 OK， 还不错哎。因为有时候车这种厚的啊，对它线木会有点歪歪的，左右哈。对啊，但是这个还 OK， 6层。你看我们针距有一点挑大，这样会比较好看。怎么样？还要再继续挑战吗？我觉得还可以耶，再测看看啊。我们可以把织带车上去，对，夹上去。因为有时候那个带口有没有很多层，你可能4层以后呢，又夹一个织带，那爬坡的地方你就容易爬不上去。2层就好了。对啊，通常就是2层。好，我们就再夹那个2层织带上去。来喽，过喽。它前面会顿一下，是因为你现在调到最快速，它会一开始不会马上踩。回正一下。有时候这边很容易那个跳针，回不了针，你会发现那里容易跳，因为它厚度不一。行嘞，好像可以，尤其是这个地方。对啊，这个地方很怕它会跳针。但其实车的还不错，来翻过来看一下背面。可以嘞，蛮可以的哎。有没有？我们故意用不一样颜色线，有没有？你就很清楚看到上线没有被拉下来。接下来我们来试车花盘给大家看。首先看到这个操作界面地方，这边就是模式嘛。那花盘就是第一个，有没有那个花形？那你可以看到这边有0跟1，就是数字。现在是在1，那你可以参考我们的这个花盘的表。比如说，好，我今天要来测一个这个06号。那我们在调整花盘的时候呢，针指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个位数，有没有？就是0到1这样加。下面这个针距的地方就是调我们的10位数，就是前面这个部分，有没有？所以我们刚刚是06嘛，这边是0，然后上面是6，这样它就是在06的花盘里面了。然后就这样子给它掐。好，那这个是不是一个左右立字形？你想要立字形的宽度比较窄，你就调到第2个这个针指的左右，你把它调小。比如说我先调2.5，好，我们再测，然后变窄了。这个密度呢，你也可以调整。好，我们再把 Mode 按到下面这个针距，它现在是2，对不对？你可以把它调更小，比如说我们调到1。车完就会像这样子，最上面的可以看得出来是我们最原始的设定，然后再往下呢是针指变窄，对，把左右移动，再往下这个变密就是针距，再把它调小，对，所以它一个花样你其实里面还是可以去微调。那再来我们来实测这个装饰性的花样，就是比较密的这一种。好，我们现在来测这个26的花盘。那你可以参照你的说明书上面，它会建议你换这个逆针缝压布角。压布角抬起来后面会有一个杆子，你就把它压一下，然后它就松下来。这种都是快速安装的，所以你只要把压布角再往下放到正确的位置，它就会咔嚓，咔嚓那个杠里面，对，那就换好了。好，那我们记得这个模式要把它一样换成在花盘这里哦。那我们就按26。很大颗哎，很大颗。好，那大家在车缝的时候啊，有这种车道图案一半的时候，那你就想要结束了嘛，想要这个图案就结束了。这时候我们可以按我们刚刚讲这个原地打结这个功能。那记得你就是边车道图案快结束的时候，就按着这个键哦。好，现在车到一半，对不对？继续车，然后按着，有没有？它结束的时候就会自己原地打结。它那个原地打结，除了在这边啊结尾地方打3针之外，重点是它会帮你把这个完整的图案跑完。对，因为有时候你可能车到底才发现，只到这里，那就不是一个完整的图案，无限，对，就会一直往下。对，那如果你想要它把这个完整图案呈现出来的话，你就按着刚刚那个钮，然后继续踩。它就会帮你车到完，然后再原地打结3针，你就
知道直接把线剪掉就结束了。那个钮真的很不错。那我们现在再试一个叶子的图案给大家看，就下面这种比较有花纹的。好啊，那这个65好可爱。这时候可以尽情踩到底。你先停。好，我们就跟刚刚一样，如果你现在图案到一半，是不是发现叶子不好看？对，来就是一样哦，这一颗给它按着。好，要踩哦，先踩动你的缝纫机之后再按着。对，按着。没有，它就在原地，它就自己停了。你再怎么踩都没有用，只要你按着这个键。好，拿出来。对，有没有？它就会是一个完整的图案，好可爱哦。这种我觉得就是可以当一些刺绣的，放你的袖口啊，或领口啊，小领子的边边啊，其实都很可爱。立领的边边。对啊。我们看一下背面。哇，背面也车得很美，效果很棒哎。虽然刚刚老师都没剪线，但是就是车起来很漂亮。故意用这种不同的颜色线就可以看得出来。最后补充一下，这边呢，它还有一个巧臂的功能，可以把它拆掉。然后你就是车库管啊比较小的时候，这边就比较好旋转。那它底下这边其实又有台座，就是蛮稳的，不会因为你这个有一些拆掉就是空的，对，它就变小台这样子。它还是可以再加辅助座，就是还可以再变大的。后面这边会有一个调节钮，就是说可以让你把压布角往下降。那有时候在缝补衣服用缀补板的时候呢，你就需要使用这个功能。还有我们车那个扣子压布角，车扣子的时候也需要把松布齿往下降，就这边这样翻过来，有没有？松布齿就会往下降，就是模拟我们在车嘛，你手轮不管怎么转，松布齿都在下面。哦，对，你如果要调回来的话，就是扳回来以后呢，手轮一转。它就回来了哦，有没有在上面？好的，以上呢就是这台缝纫机的介绍跟试车哦。我觉得在同价位的缝纫机来讲呢，它有调速度的功能，再来就是这边这个针位上下，还有这个花盘控制的这个按钮呢，是比较高单价的缝纫机才会配备的这2个功能。它算是一个价位还 OK， 但是功能还蛮超值的一台机器哦。5脏6腑。来，重来一次。什么？麻雀虽小5脏6腑。麻雀虽小，5脏俱全。5脏是6腑，是医生在用的。没错，而且它刚刚车缝起来的感觉，我觉得这台车真的还蛮稳的。它的机型里面的机身是用金属，所以会比较重一点点。它车后部的时候就会比较稳一点哦。因为它踩快的时候的那个转速是感觉不错。那就像我们刚刚前面讲的，它这一台大概就是1万出头嘛。对啊，所以如果你是觉得入门款，好像功能有点不够，或者是你其实想要开始学做一点拼布的东西，就是以拼布的基础机型来说，我觉得这一台非常的超值哦。然后其实这种价位的缝纫机花盘大概就是30-40个，差不多，还更少。对，然后也比较少有电脑型的，通常都是机械型的，非常推荐给大家哦。那我们的开箱就到这里咯。那如果对这台机器有兴趣的朋友呢，可以按下面的链接进入我们的官网做购买哦。那如果还想看我们开箱什么其他的机器或者是工具的话呢，也欢迎在下面留言哦。如果在使用上有什么样的问题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，我们会有专人回复你哦。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如果你也喜欢这支影片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并开启小铃铛。我是 Rosa，我们下支影片再见喽。